大家好，欢迎收看章鱼的玩具。本期我们来玩《生化危机8》村庄里出场的迪米特雷斯库家族的女儿们。这次的包装依然有一个橱窗式的结构，侧面扉页上展示了玩法和配件。打开以后，内核就是如此。在游戏中迪米特雷斯库夫人有3个女儿，分别是红发的达尼艾拉、黑发的卡珊德拉和金发的贝拉。在夫人的笔记里，作为玩家的我们得知了3个女儿早已不是人类，她们是由萤虫化身而来的，是名副其实的夫人的女儿。在佣兵任务里，我们甚至可以扮演夫人的角色，使用第3个技能就能召唤出女儿跟我们一起战斗了。而黑发的卡珊德拉在游戏里是这样一个造型，戴着兜帽，胸口有着项链。所以在把玩主体之前，我们需要安装以下的配件：兜帽、铂环宝石、项链和薄纱的黑色披风。首先是铂环宝石项链的安装，这里为了方便我建议先取下头部。薄纱披风的安装，我推荐用双面胶进行固定，并且把固定位置的孔洞暂时性的撑大一点，接着安装上兜帽。逐渐收缩的这个孔洞会暂时性的固定住兜帽上面的这个软胶卡榫。虽然这个兜帽卡榫的总体设计是有蛮大缺陷的，但安装好后感觉还行吧。整体的这个黑发卡珊德拉和其他同一系列出品放在一起非常的融洽但 15.5 厘米的高度也会发现它的身材比例大约是在1:11左右，和普通的6寸人偶可能会不太搭配。整体着装好后的主体我感觉是很不错的，类似暗黑哥特新娘的造型，整体的做工和美感也是非常到位的。细看到面部，头雕刻画很柔美，女儿们每个人的额头都有单独的一朵玫瑰，纹样刻画非常精致，正好对应夫人胸口的3朵黑色玫瑰。但游戏中卡珊德拉脸颊上的血字是没有被刻画出来的，我猜测这款女儿的设计理念和之前的夫人大概是一样的，要往美型的方向去做。裙子的花纹浮雕若隐若现，裙底视角也能看到裙子里甚至做了黑丝的美腿和黑色的高跟。薄纱披风质感很接近游戏里的感觉前后两面质感上也做了一定的区分，但没有内置铁丝就无法摆出理想的造型了。把玩起来，整个下半身群体延伸到腰部都是不可动的，这让这款女儿更接近一个小的手办，而不是那种可以随意把玩的可动人偶。头部戴了兜帽以后，可动性也是受限的，手肘可以做平转，弯曲正好有个90度，幅度不大。肩部可以做360度的旋转，在手腕内部有一个球形关节，但又因为戴了手套，只可以轻微的扭动。总体玩赏下来，这款卡珊德拉就是以往爱国者工作室系列产品的那种水准线了。造型刻画很精美，但缺少可动和把玩的空间，是一款优秀的半可动人偶。主体玩过以后，我们来看看套件里的其他配件。另一款咧嘴笑的红发副头雕是另一个姐妹达尼艾拉的，头雕内没有给脖套，所以需要拆除主头雕里的脖套给它安上，才能顺利把玩。如果需要频繁替换把玩可以像我一样用蓝丁胶来辅助固定，这样就不用换脖套了。接着再安上另一个脱下的兜帽造型配件，就可以还原出原画概念设计里姐妹们露出完整头部的样子了。露出的头部释放出了更多的可动，配合武器镰刀可以做出略微放开一些的动作但总体来说可以做的动作还是比较局限的。2颗头雕的刻画都可以看出精致漂亮，多了一些柔美，少了一些狰狞。仔细观察也会发现脖环上的宝石颜色偏离了游戏里达尼艾拉脖子上的孔雀绿色的宝石。对比下来，我更喜欢达尼艾拉咧嘴笑的这个头雕，它的这个兜帽造型整体看起来更加匀称，比例是刚刚好狡黠的笑容也让不太可动的整体多了不少生动的感觉。卡珊德拉的表情则偏向于平和，所以如果我只单独购买了一款，我肯定会选用达尼艾拉的笑脸头来占柜。最后女儿们也是终于可以和夫人凑在一起配对了但是3姐妹嘛，还是少了最后一位姐妹金发的贝拉。按照爱国者工作室出品的规律，我猜测本款姐妹中她们脸上缺失的血字涂装应该也会出现在之后的变体版本金发贝拉的身上。当然如果能增加更多的可动性那就更好了。